河沙价格暴涨10倍，河沙为什么这么值钱？能放开开采吗？10年前河沙价格为15元一吨，如今河沙价格一吨已经超过150元，甚至比开发难度更大的海沙还贵。长江占我国主要河流代表站年总输沙量的 31%， 单2021年三峡水库库区泥沙淤积量就达到了7160万吨，其中三峡水库淤积最大。这样大量的河沙如果放开来进行商业开采，岂不是能把河沙价格打下来？现在的河沙被从业者称为水中软黄金，但这也是近年来才有的称呼。10多年前河沙可是很便宜的，为什么现在它的价格会暴涨10多倍呢？河沙是混凝土中重要的成分之一，它作为骨料的一种，起着填充空隙、增强混凝土强度的作用。河沙价格暴涨，就要说到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了。纵观我国10多年的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2000年的时候，我国的城镇化水平约为 36%，20年后的今天，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接近 65%。这么快的城镇化发展速度，自然需要海量的建材来支撑。这种巨大的市场需求推动了河沙等建筑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这时候有人就提出，我国坐拥世界上第10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我们为何要费劲开采河沙？怎么不直接去沙漠里啦？其实河沙和沙漠中的沙是2种不同特性的沙粒，它们在形成特性和适用性上存在非常之显著区别，这也导致了沙漠中的沙不能用作混凝土制作材料。河沙是由河流、溪流或其他水体携带和沉积的沙粒，这些沙粒经过水流的冲刷和分选，通常具有较规则、较均匀的颗粒大小和形状。河沙的特点在于相对洁净，质地细腻，适合作为混凝土的细骨料。相比之下，沙漠中的沙是由长时间的风蚀和风力传播形成的。这种沙颗粒的形状和大小通常较细，而且含有更多的杂质，不利于混凝土的强度和均匀度，所以并不适合用作建筑混凝土的原材料。在了解了河沙价格为何上涨以及沙漠的沙为何不能用后，咱们回到开头，长江三峡每年都淤积巨量的河沙，为什么不放开开采，把河沙的高价打下来？河沙价格一直在上涨，三峡大坝正好受泥沙淤积困扰，但却不允许私人开采，究竟是为什么？三峡大坝自2003年建成以来，累计拦洪超过2000亿立方米，同时发电量高达 1.63 万亿千瓦时。然而，这座水利工程的成功也伴随着一个持续多年的问题，那就是泥沙淤积问题。长江中拥有这些软黄金也不是全是好事。在长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河道，崩岸现象引发了河道泥沙淤积问题。这种情况可能与河岸稳定性有关，造成河道中的泥沙淤积，进而影响了水文生态系统。既然长江三峡里有软黄金，软黄金又带来了淤积问题，国家如果开放挖沙，不是一举两得吗？事实并不是想象的这么简单，长江一直有盗挖河沙的现象。去年有一伙人盗挖河沙上了新闻，半年内他们弄了22万吨的河沙，涉案金额高达1200万元。有人说不放开开采是国家不让大家赚钱，才有盗挖的现象。其实国家不让随便开采有着更多的考量，挖沙对河流的水体破坏极大，盗挖河沙的非法行为导致了严重的环境和安全问题。由于非法采沙通常缺乏规范作业和监管，给水域和周边地区带来了多重威胁。非法盗挖大量河沙导致水域中泥沙减少，沉积物过度被挖掘，这会增加水域深度，导致河道变浅，甚至使航道变得不安全。大量的盗挖活动可能堵塞航道，威胁水上交通安全，引发船只碰撞、搁浅等意外事故。非法挖掘导致泥沙减少，河流床下的支撑能力降低，可能使得桥梁的基础受到破坏，对桥梁的结构稳定性造成严重威胁，增加桥梁坍塌的风险。不仅影响了水文生态系统，还破坏了河道的自然生态平衡，这可能对周围的生态环境造成长期的损害，影响到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的栖息地，加剧生态系统崩溃的风险。虽然挖河沙能够带来短期的经济收益，但长期来看，不规范、不分区域的作业会导致水资源和环境的持续恶化，对相关产业带来负面影响。由于非法活动，合法采沙的产量可能减少，增加建筑行业等相关领域的成本，对整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三峡大坝的泥沙淤积究竟有多严重？三峡大坝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挑战。
三峡大坝建成后，阻断了长江上游的水流，导致泥沙在大坝上游聚集。原本河流的泥沙输送到下游地区，但因大坝拦截，泥沙的传输被中断，使得其在大坝附近沉积，形成泥沙淤积现象。这种淤积是由于大坝减缓了水流速度，以及改变了河道动力学。水流减缓使得河流失去了原本的输送能力，泥沙更容易在水库中停滞并沉积。同时大坝的建设改变了河流的自然流动方式，导致泥沙在水库内部更易聚集。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泥沙淤积在三峡大坝附近，成为了大坝运行过程中的大问题。三峡最深处的水深达到175米，这么深的水进行挖沙作业是非常困难的。三峡的淤沙只能放着吗？其实不是，三峡有科学的清理淤沙的方法。现任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春红提出了蓄氢排浑这种水库运用方式，它是一种根据河流在不同季节所带水和泥沙的特点采用的水库管理方式。简单的说，蓄氢排浑运行方式是根据河流的特性，在汛期保持水库在较低的水位，这时含有大量泥沙的洪水会流畅地排放到下游，然后在汛后，当水中含沙量较少时，水库开始蓄水，使水位逐渐上升到正常水位，以充分利用水库的发电和航运效益。这种运用方式可以长期保留水库的部分或全部库容，对解决河流上的泥沙问题很有效。它是目前为止唯一可行的长期保留多沙河流水库库容的运用方式，而且效果亮眼。所以虽然每年三峡都会有大量的泥沙淤积，却并不会影响库容，也不会堵住水道。尽管河沙价格不断上涨，但三峡大坝淤积的沙却并未开放商业开采。并不是三峡的泥沙淤积对环境没有影响，而是三峡有自净能力，使淤沙逐年减少。虽然河沙有软黄金的名号，但不规范的采沙行为可能会严重危害水域生态系统和两岸结构，影响沿途居民生活。从盗挖沙导致的环境破坏、水路安全风险，到淤积对生态平衡和基础设施安全的威胁，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思考。不过，根据中国水利部的监测，每年的河流的泥沙淤积都在调控下逐渐减少。不久的将来，我们还得将目光投向海中，海沙的开采可能会成为新的话题。大家觉得呢？每天嗨科普，我是闪电哥，咱们下期见。